这个是咱们花养不好的最大的一个浇水误区。这个盆面的土干了，盆底部的这个土还很潮湿，咱们要不要给它浇水啊？今天花友提出来一个问题啊，咱们看图片，9里香的表现，顶芽萎蔫，底部黄叶，这是在阳光下叶片增生量过强，植物极度缺水的一个表现。他怀疑是缺水，还不敢浇水，怕闷根儿。咱们养个花，前怕狼后怕虎，你不浇水怕它渴，浇水怕它闷根儿，怕它烂根儿，太难了啊！咱们很多粉丝跟我学的叫做什么？浅埋浅种。浅埋浅种的重要前提就是快速增加这个土壤的钙质球元数率。咱们在浅埋浅种的前提下，盆面微潮，盆底部还是略微湿润，那这个时候对植物来讲土的湿润，根系不能从土壤当中抢到水分喝，这时候对植物来讲你要过这个弯，对植物来讲是缺水了，对植物来讲这个土已经是干了，不是对你来讲这个土的一个干湿，明白了吗？因为咱们种花的时候做到了什么？做到了浅埋浅种，排水透气性比较好的一个土，有的用微生物基肥，土壤永远不板结的一个状态。团粒结构好，排水好用排水好的一个花盆，咱们这个花友用的是一个陶盆，透气性是非常好的。还有的人在花盆底部垫的陶粒，增加淋水性减少这个积水的一个概率，这些你都做了。做这些的其实真正的一个目的就是简化你浇水的难度，让花盆里边容错率变高，也就是说你多浇点水也可以小浇点水，植物根系长得好，抗旱性强，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就像咱们大夏天一样，夸夸的出汗渴的不行了，不让喝水，为啥？必须等我这泡尿完了以后才能喝水，要不然的话，这个我喝完水尿来得及膀胱憋坏了怎么办？是吧？就是这个道理咱们能做的你买土的钱也花了，买盆的钱也花了，你买肥的钱也花了，陶粒的钱也花了，是吧？各个你都做好充足的准备了，这些大大的提高了咱们浇水的一个容错率，也就是说你犯错误了，但是它能帮助植物去容忍你这个错误。再一个就是咱们判断的时候你要以植物为中心，以植物为中心，以植物为核心，以植物为本。植物明明底部出现黄叶了，告诉你这个东西我之前缺过水，还是不敢浇水咱们的思维要转变。再一个就是说根据气温像现在30多度，叶片增生量非常大有的人说这个花萎蔫了蔫巴了这都是阳光照射下温度过高导致的短暂的一个失水，你去尝试改变你的浇水习惯，那么这棵植物它才会越养越好，越养越活。咱们很多花友都是之前涝死它不到土它不到啥，拿泥巴土去种给花涝死了，积水了涝死了，那么再到不敢浇水给花旱死，最后植物养死多了以后，那么反应过来了这棵植物我适量的浇水，我并不是说我必须得说服你，你按照我的方法去做我的经验分享出来，你们去做参考。别忘了点赞关注